我叫凌云，穿越了。好消息，人还活着；坏消息，我一个名校化学高材生没栽在学业上，反倒死于实验爆炸。穿越后直接成了流犯，妥妥的地狱难度开局啊！车轮颠簸作响，狭小昏暗的车厢里挤满了麻木的流犯，衣衫破烂，眼神死寂，而我也是其中一个，即将被流放北漠。外面传来押送官粗暴的拍打声：“他妈给老子安静点！谁再出声，老子现在就把他扔下去喂狼！”听着外面的声音，我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囚车内的情况和手腕上的绳结，企图寻找一线生机，但身边的流犯早已绝望。完了，到了北漠，我们都会死。能痛快死都是造化，还是想死都难。突然，囚车猛地停住，车门被狠狠拽开，押送官堵在门口，满脸嫌恶。呸！真他娘的臭！到地方了，都滚下来！众人吓得瑟瑟发抖，只有我迎着强光，抬眼冷冷看向他。看什么看，废物！说的就是你！再看老子把你眼珠子挖出来！话音未落，传来一阵喊杀声，是蛮子，蛮子来了！现场瞬间乱成一锅粥，车外蛮族嘶吼，兵刃入肉，战马嘶鸣。车内的我死里逃生，一支箭矢破空而来。靠，蛮子还真没武德，要不是我有主角光环，这回已经嗝屁了。蛮族骑兵这是冲着团灭来的啊！但这混乱，嘿嘿，不就是我翻盘的机会吗？几十名长着凶神恶煞脸的蛮族骑兵挥舞着弯刀，见人就砍，简直就是一群没人性的野兽。但眼下我只能先忍着，混在混乱奔逃的人群里等待时机。跑到一处偏僻地，我瞥见一个年轻的蛮族士兵正背对着我，粗暴地拖拽着一个摔倒的老流犯。我抓住机会，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勒住他脖子，顶紧他背心，抽出他的弯短刀，反手抹喉。这是我穿越后的第一次杀人，非心跳加速，但眼神只剩决绝。没想到动静太大，直接吸引了附近其他的蛮族士兵，他们把我围在了中间。这下麻烦大了，为首的那个百夫长脸上一道狰狞的刀疤，眼神凶得像狼，一看就不好惹。抓活的！我要亲手剥了他的皮！我心里冷笑，想剥我的皮也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那百夫长拿起手中的巨斧，就朝着我劈了过来，带着凌厉的破风声，千钧一发之际，我身体猛地向侧面倒地，一个敏捷的战术翻滚，前知右险地避开了这致命一刀，挥着手中的短刀，顺势向上一划，精准地划在了百夫长的肩膀。趁他愣神的功夫，我翻身跃上马背，脚下用力一蹬，朝着荒原深处狂奔而去。身后的百夫长气得暴跳如雷。密集的箭矢带着令人心惊的呼啸声划过空气，朝着我的后背急射而来。这荒漠求生的大逃杀游戏现在才正式开始。我往后一看，身后的蛮族人紧追不放，身后全是夺命的箭矢。我一缩脖子，整个人贴在马背上，减少射箭面积，再控制战马来了个蛇皮走位。这一波预判满分。放箭，给我射死他！不能让他跑了！跑到一片岩石区，搞事的心蠢蠢欲动。我一头扎进这片风蚀岩区，跳下马，给马屁股一巴掌，让马吸引火力，然后找个地方躲起来埋伏。果然，百夫长率领着一队蛮族士兵就追了上来。我静静躲在暗处寻找机会。又是我巡逻，真倒霉！终于让我等来了个落单的倒霉蛋。我握着短刀，猫着腰来到士兵身后，捂嘴抹喉，拖进死角，快速扒下尸体的衣服穿在身上。身上衣服一股馊味直冲脑门，这群蛮子也太不讲究了。当我整理衣服的时候，后背就被一名蛮族士兵拍了一下。有什么发现吗？我快速抽出刀，一刀捅进他肚子，直接送他上路。无奈这货惨叫声太大，远处的蛮族百夫长以及士兵迅速向我围了过来。36计走为上计，我拔腿就跑，在岩石区东躲西藏，直接把蛮族士兵当狗遛。此刻我正玩命狂奔，身后全是蛮族骑兵的嘶吼，简直擦着我耳边飞过，狠狠钉在岩壁，碎石四溅。眼看要被追上，我一头扎进了一片枯死的胡杨林。我在枯树间疯狂穿梭，把追兵甩掉，直到喊杀声彻底消失，我才靠在巨树上大口喘着气，汗水浸透了我的衣服。我强撑着继续往前探，枯林深处死寂的吓人。突然脚边枯叶堆传来一阵窸窣声，我立刻拔刀戒备。谁？出来！一个身材魁梧、满脸憨厚的汉子探出头，吓得连连举手。别动手！我也是逃出来的，多谢好汉引开蛮子。原来他叫秦烈，也是流犯，刚才一直躲在叶堆里不敢动。好汉待我一个，俺知恩图报，你让俺干啥俺就干啥，这命都是你的。我打量他壮实的身板，这荒原独行，多个人多份力。跟着我可以，绝对听令，不然随时没命。听。肯定听！还没来得及高兴，我低头一看，腰间水带不知何时被划破，仅剩的一点水全漏光了。我抬头望向烈日灼烧的荒漠，还真是出师不利啊！
此刻，我和秦烈正被困在无边无际的戈壁滩里，烈日把大地烤得发烫，空气都扭曲变形。我们俩嘴唇干裂，脸色发白，每一步都走得无比艰难。身边这匹马也快撑不住了，秦烈早就累得脱了力，声音哑得像砂纸摩擦。不行了，嗓子冒烟，眼冒金星。我也好不到哪儿去，可我不敢停。就在这时，我瞥见远处岩壁下有一片泛白的结晶，是硝土，无有救了。我强撑着拉过马，带着秦烈冲过去。没错，就是萧贤。我立刻让秦烈去找能装水的容器，越大越好。他虽然懵，却还是乖乖找来了破陶罐和深石臼。我把仅剩的一点浑水倒进陶罐，再把砸碎的硝石铺满石臼，最后把陶罐稳稳放在硝石上。秦烈凑过来，满脸疑惑：“好汉，这是做啥？白石头能变出水？”下一秒，奇迹发生了，陶罐外壁飞快结出白霜，罐口冒起寒气。秦烈吓得声音都抖了起来。霜，结霜了！我端起陶罐递给他，他低头一看，整个人僵在原地，不敢相信，里面的浑水竟然冻成了一块冰。神仙，你是神仙！这不是仙法，是知识。我内心腹诽，这波又给自己装到了。起来吧。秦烈拿起一块冰吃下，燥热瞬间消散，转头看向我的眼神已经是死心塌地的崇拜了。干渴暂时缓解。我抬头望向远方，一眼就看到了地平线上升起的炊烟。秦烈，你看那边，烟，有人家，我们有救了！看着远处升起的烟，我没有秦烈的乐观。在这荒无人烟的北漠，有人的地方未必是生路。我们顺着炊烟一路找来，没想到这所谓的人家，正是一片流犯聚集的破烂营地，几十号人面黄肌瘦，眼神里全是麻木警惕，还有藏不住的贪婪。这时，一个脸上带疤的头领就带着人走了上来。新来的懂不懂规矩？把马和值钱的留下，人可以滚了。遇到找事的，当然要比谁的拳头硬。我冲秦烈喊道：“秦烈！”下一秒，秦烈低吼一声，一拳砸在旁边半人高的风化石上，巨石当场崩裂，碎石飞溅，全场瞬间鸦雀无声。那些流犯吓得连连后退，头领脸上的嚣张瞬间僵住。我没再多废话，从行囊里拿出那块还没化完的冰，递到他面前。烈日之下，寒气丝丝冒起，他哆哆嗦嗦接过去，摸着梁子鼓的冰，人都吓傻了。展示出实力后，高声道：“我叫凌云，从今天起，这里我说了算。想活命，听我的；想找死，现在就站着。”恩威并施之下，没人再敢不服。头领孙老三扑通一声就跪到我面前跪拜，其他流犯也纷纷向容大人。林大人，刚稳住局面，一个放哨的流犯连滚带爬冲了回来。不好了，是黑风寨的马匪朝这边杀过来了！这远方不匪还真是不让人消停。刚收服这群流犯，新的挑战又到了眼前。远处烟尘扬起，10余骑凶神恶煞的马匪呼啸而来，手里挥舞着明晃晃的弯刀。事态紧急，我立刻跳上飞骑马车，高声下令：女人孩子推到最里面的窝棚，所有男人拿上你们能找到的任何家伙，木棍、石头、削尖的木头，快！秦烈第一个响应，走到我身旁。林大人的，不想死的就动起来！我快速指挥众人布置战术。孙老三，带人在那边挖浅坑，不用深，能绊马腿就行。其他人去扯那些坚韧的藤蔓做绊马索。秦烈，带几个人把那些大石头搬到路口。马匪越跑越近，对于我们提前设好的埋伏毫无防备。突然骑着马冲在最前的头目，被埋好的绊马索绊倒，摔在地上。我看着时机，立刻挥手发出指令：就是现在，打！秦烈一马当先，苏木桩横扫而出，直接打飞一名马匪。我搭弓射箭，一箭精准射中一名马匪肩膀，对方惨叫着跌落马下，剩下的马匪吓得魂飞魄散，丢受伤的同伴狼狈逃窜。众人发出劫后余生的欢呼。秦烈和孙老三把马匪头目死死按住，捆结实压到我面前。你们完了！知道我们黑风寨吗？我们二当家就在后面，他带着上百号兄弟马上就到，你们等死吧！远处烟尘四起，喊声如雷，上百骑马匪席卷而来。为首的独眼大汉手持鬼头大刀，气势骇人，绝望再次笼罩在整个营地。秦烈握紧手中木棍，大人，怎么办？硬拼必死无疑。我飞速盘算，只能赌一把火药了。我立刻下令：秦烈，带人把之前收集的硫磺木炭，还有制冰剩下的硝石全部拿来，快！孙老三，让你的人找些破布，要结实的，再找些空的皮囊或罐子。是，快！众人迅速把材料堆到我面前，眼看马匪越来越近，我按比例快速混合火药。我看着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的流犯，听着，等我号令，点燃引线，用力朝马群最密集的地方扔，扔完立刻趴下。马匪已冲至近前，我看准时机，一声令下，扔出火药包，扔！火药爆炸开，浓烟冲天，战马瞬间受惊疯窜，阵型溃散，马匪魂飞魄散。赢了，我们赢了。清扫战场后，已到夜晚，我清点着战利品，在匪首行囊中，我翻到一张破旧羊皮纸，展开一看，居然是一张地形图，图中有处红叉，格外醒目，看来十分重要。矿洞。靠着从马匪身上搜出的羊皮地图，我们一路跋涉，终于到了地图标记的位置。我仔细观察地形，发现这是一处地势险要的山谷，谷口狭窄，两侧岩壁陡峭，易守难攻。我看了看地上的土，发现土质尚可。大人，
是这儿吗？进去看看。带着一行人进入山谷，有一条蜿蜒的溪流穿谷而过，有水，有平地，这真是个好地方啊！溪流滋养出一片绿洲，阳光洒满整片谷地，非常适合居住。我走上高处陡坡，对着所有人开口：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我们的家，我们要在这里活下去，活得像个样子。现在这里将是我们的堡垒，它就叫玄体城。玄体城，明大人万岁！欢呼声间歇，我立刻给众人分派任务。秦烈带人警戒谷口，设置障碍。孙老三安排人手沿溪流搭建临时窝棚，清理住宿地。得令。其他人分头探查山谷，寻找可用资源和安全隐患。众人领命散开，而我继续带着秦烈几人继续向山谷深处探索。路上岩壁越来越黑，质地也越发坚硬。不多时，我们几人走到了一处不起眼的人工洞口前，碎石和旧矿轨散落在旁，洞内漆黑幽深，冷风带着霉味吹出。就是这里了，地图上标记的矿洞。我凝神细听，深处竟传来微弱而规律的金属声。很明显，这是有人在废弃矿洞深处，不知道这是敌是友。幽暗的矿洞深处，敲击声越来越清晰，我立刻做出决断。秦烈、孙老三，带上家伙，跟我进去。其他人守在洞口，听我信号。我点燃火把，率先弯腰走进矿洞。越往深处，火光越亮，敲打声也越发刺耳。我们躲在一处阴影里，偌大的石窟里竟关押着几十名戴镣铐的矿工。2个监工正挥着皮鞭肆意打骂，监工甲一鞭子抽在老矿工背上。看着这一幕，我心中怒火顿生。正好2个监工相距较远，可以速战速决。我给秦烈、孙老三打出手势，3人同时发怒。秦烈一拳砸晕壮汉监工，我与孙老三迅速制服另一人。各位别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外面只有我们的人，你们自由了。我看向依然惊恐不敢置信的一群矿工们，继续解释：我们是北漠的流犯，占了这山谷安身。我用钥匙打开镣铐，矿工们泣不成声。我们终于自由了。我扶起一名老矿工，开口询问：老人家，你们在这里做什么？这是什么矿？这是黑铁石。原来这是铁矿，而且是上好的金铁矿。那些矿工被逼着没日没夜的开采冶炼。要打造神兵，我拿起一块分量十足、质地绝佳。有了这铁矿，玄铁城便有了立足根基。可下一秒，一个老工匠突然抓住我：恩人，快走！看守我们的是鬼面。那些戴鬼面具的怪物，他们不是人，刀枪不入。他们快回来了！话音未落，矿洞外突然响起一声尖锐的嘶叫，所有矿工害怕的跑起来。鬼面，是鬼面！看到众人惊慌，我立刻下令：所有矿工躲进冶炼区，别出声。秦烈、孙老三，你们跟我来。下令后，我带人摸到洞口观察。只见3名身形魁梧的鬼面人疾驰而来，戴青面獠牙面具，速度和杀气远超常人。我心中快速判断，这帮人异于常人，只能智取。我一喊撒，你就把地上那几袋石龟全力扔向洞口，其他人备好弓箭石块，等他们乱了再动手。转眼，3个鬼面人冲到洞口，正要闯入，我低喝一声：“用力扔！”秦烈举起石灰袋，用力扔向鬼面人，石灰瞬间笼罩洞口。鬼面人被迷了双眼，痛苦嘶吼。在鬼面人被迷住双眼时，我们一拥而上，将其围攻，将鬼面人打个措手不及，很快落于下风。战斗落幕，我用刀尖挑开鬼面面具，只见对方脸色青灰，脖颈处赫然印着一枚诡异飞鸟刺青。盯着图案，我心头巨震，穿越前的古文、原主记忆里的军旗印记瞬间重合。这是前朝赤羽军的标记，他们竟是被药物改造的前朝残兵。事情远比我想象的更加凶险复杂。我神色凝重地看着飞鸟刺青，恩人，这些鬼面兵凶残无比，而且他们背后肯定还有人。这次跑了一个，后患无穷啊！我望着堆积的铁矿与冶炼炉，所以我们更要抓紧时间。鲁师傅，你是行家，我们现在有能力炼出好钢吗？鲁大昌拿起矿石细看，遗憾地说：“矿石上好精铁矿，可土法炼铁杂质多，韧性差，做农具还行，打造神兵利器难。”我扫视炉膛鼓风设备，瞬间想到古法灌钢术，当即让鲁大成按我的方法改造炉具，加大进风口。我用木炭在地上画图，讲解生铁熟铁配比，控火渗钢，反复锻打的诀窍。鲁大成越听眼睛越亮，妙恩人，这法子简直鬼斧神工。若是能成，炼出的钢必定坚韧无比。众人立刻动工改炉试炼，如果失败，就复盘调整配比火候，2次开炉，炉火熊熊，铁水沸腾，钢坯出炉，锻打淬火打磨，一柄寒光凛冽的钢刀就此成型。鲁大成挥刀劈下铁甲，铁甲瞬间被刺破，刀刃完好无损。百炼金刚，恩人，你真是神人啊！好刀。
真是好刀！秦烈接过钢刀，挥舞一番，兴奋不已。往后几日，冶炼炉日夜不息，大批制式钢刀长矛陆续成型。我把第一批金刚装备配发给青壮护卫队，换上改制皮甲，列队而立，也有精锐风范。好，这才有点样子。从今天起，你们就是玄残城的基石。话音刚落，放哨流犯连滚带爬奔来。大人，不好了，北边来了好多蛮子，黑压压一片，起码几百骑，正朝着山谷杀过来了。玄铁城谷口外，黑压压的蛮族骑兵如潮水般涌来，大地都在震动。头戴狼头骨盔的蛮族酋长策马向前，嚣张喊话：“交出粮食，跪地投降，可免一死。”面对敌军嚣张的喊话，我冷静接过强弓，拉箭拉满，射出一气呵成。狼头大旗轰然落地，蛮兵瞬间愣住。林大人万岁！秦烈带头激动狂吼，酋长气得脸色铁青，风一般咆哮。援军进攻！蛮族骑兵冲着我方快速奔来，眼看又要进入我方防线区域，战斗一触即发。我站在高处指挥，弓箭手就位，长矛队守住栅栏缺口。蛮兵前赴后继，很快冲到栅栏前。见识下新武器的厉害！秦烈挥斧上前，战况进入白热化阶段。这样守下去不是办法。谷口大门在蛮族士兵疯狂撞击下剧烈摇晃，木屑四处飞溅，随时都有崩裂的危险。我站在防线后方高处，沉着观察战局，当即高声下令：弓箭手压制撞门蛮兵，滚木组准备。护卫队弓箭手立刻集火，对准撞门的蛮兵。接连有人中箭倒地，可蛮兵依旧前赴后继。我方士兵将粗壮的滚木推下，撞得蛮兵惨叫连连，暂时缓解了大门的压力。蛮族暂时后撤，我方众人抓紧加固防线，重整阵型。本以为可以休息片刻，没想到蛮族改变战略，推着工程车从另一城门而来。大人快看，那是什么？看着远处的庞然大物，我立刻下令让士兵射击。箭射不穿，滚木也没用。工程车越来越近，眼看就要狠狠撞上城门，我当机立断，沉声下令用火准备火攻。工程车越来越近，眼看就要到城下，守军人心惶惶，慌乱四起。不用，滚木也拦不住，怎么办？我快速扫过战场，转向城墙角落的几个陶罐，那是炼制火药剩下的材料。眼看别无退路，只能赌一把。我快速下达命令，带人把那几个陶罐搬来。孙老三，找破布浸上火油，快！听到命令，二人立刻行动。都跟我来，动作麻利点。秦烈抱来陶罐，孙老三领着护卫赶紧把破布浸入火油。我动作飞快，将黑火药分装陶罐，插上进油布条，当场做出简易燃烧火瓶。这时工程车已逼近门前不足50步，蛮兵随时都会撞门而入。秦烈，瞄准车顶，用力扔！秦烈举起陶罐，奋力扔出，陶罐划过半空，精准砸在工程车上，一声巨响，火光冲天，整架工程车被烈火吞噬，推车蛮兵被烈焰灼伤，惨叫着四散奔逃。后方的蛮族大军见此情景，瞬间懵了，城内守军爆发出震天欢呼，蛮族酋长调转马头，率先逃窜。本就胆寒的蛮兵彻底没了战意，丢盔弃甲，一窝蜂向北仓皇溃逃。我知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所以当即下令道：护卫队听令，随我出城追击。城门打开，我一马当先，率领着铁骑冲出城，全力追赶满族溃兵。秦烈怒吼冲锋，如一把尖刀插入敌阵，阻止溃兵聚拢。我亲率主力从右翼包抄，骑兵们配合默契，不恋战，以驱赶为主，逐一分散他们阵雨。本就吓破胆的蛮兵彻底崩溃，纷纷丢下武器，跪地投降。蛮族酋长想趁乱逃跑，我早已锁定目标，张弓搭箭，嗖的一声，一箭将对方战马射倒，酋长被狠狠摔在地。秦烈上前一把将他拎起，压到我面前。这蛮酋抓到了！酋长望着我，满眼恐惧。回到临时营地，我看着酋长，冷声问道：“说吧，为何突然大举进攻我城？是你们占了水源地盘。不说实话，看来你是不想活了。”秦烈，大人要拖出去吗？饶命！我说，全说。原来是前朝宇文大将军派人勾结蛮族首领，企图联手剿灭北漠所有势力。看着护卫搜出的金属信号筒，我面色凝重。鬼面死士。蛮族前朝余孽，北漠这潭水比我想象的深太多了。议事厅内，我看着信号，烟火沉思。蛮族若是真和前朝余孽联手，北漠从此再无宁日。我看着众人说道：“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敌人想扫平北漠所有反抗势力，那我们就主动出手，把所有力量拧成一股绳。联合？我们能和谁联合？北漠这片土地上还有不少和我们一样的流犯营地，还有常年被蛮族欺压的弱小部落。”他们都想活下去，都是可以联手的同道。大人英明，若是能聚拢各方势力共抗强敌，咱们才有一线生机。我起身走到北漠地图前下令，立刻派人带上我的亲笔信和掩体，分头联络周边3座流犯营地、2个弱小部落，
告知他们3日之后来此会盟，共商北漠生存大计。我亲自去安排。转眼3日过去，各路势力风尘仆仆赶来，衣衫破旧，面带菜色，眼神里满是警惕和好奇。我带着众人来到谷内，整齐的防御工事，忙碌的铁匠，还有百姓脸上安稳的气色，各路代表内心满是震动。这里果然和其他营地不一样。会盟设在谷中空地，长条石桌居中，我端坐主位，各方代表分列两侧。前朝宇文将军勾结蛮族，要清除北漠所有不愿臣服的势力，凭我们又该如何抵挡？各自为战，我们就是待宰羔羊，唯有抱团联手才有活路。今日我提议结盟，结盟后互不侵犯，互通商贸，一方有难，8方支援。可就在会盟仪式刚落幕，众人士气高涨之时，一名哨兵快步狂奔闯入会场。报，谷外来了一队官兵，为首自称宇文大将军麾下先锋，带着招安圣旨，要盟主出谷接旨。尔等何人主事？上前听旨。在下凌云，玄铁联盟盟主。因为朝廷官兵的到来，玄铁城中的气氛紧绷到极点。赵德柱看我站着没有下跪，厉声质问：既知本官身份，为何不跪接圣旨？想抗旨吗？秦烈当场怒目圆睁，被我拦下。北漠天高皇帝远，我等只求活命，只讲道理，不习跪拜之礼。有旨意，不妨直说。赵德柱脸色一沉，当众宣读圣旨：封凌云为抚远校尉，立刻解散联盟，便入宇文麾下戴罪立功。若敢不从，大军将即日抵达。话毕，众人顿时人心惶惶。不如先随我入谷暂住，咱们再从长计议。我假意邀请，设下宴席。识时务者为俊杰，归顺宇文大将军，保你前程无忧。赵德柱一副施舍姿态，劝我归顺。我没有正面回应，示意孙老三端来泥水、明矾、毫冠与硝石，我放入明矾搅拌，浑浊泥水慢慢沉淀，变得清澈透亮。不过是些江湖戏法，不足为奇。我无视他的嘲讽，紧接着取陶罐加水，放入硝石，片刻间灌壁凝霜，清水结冰。这真是仙家手段！你究竟是人是妖？非仙非妖，只是通晓天地常理罢了。赵德柱冷汗直冒，傲气全无，语气瞬间软了。凌盟主果然非常人。今日天色已晚，先行告退。说完后，带着随从匆匆离去。夜深人静，赵德柱一名亲兵偷偷溜到僻静处，拿出信鸽，绑好密信，打算传报给宇文大将军。不料暗哨早已埋伏多时，大王骤然落下，当场把人格一并拿下。密信内容竟然是想联合鬼面精锐，里应外合，剿灭玄铁城。深夜议事厅中，我拿着那封截获的密信，嘴角却勾起冷笑，将信纸拍在桌上。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想里应外合。狗官，我这就去宰了他！慢，现在动手会打草惊蛇。他们想里应外合，我们就将计就计。我低声吩咐2人审讯送信亲兵，逼问出约定细节，随后迅速布置好埋伏，就等敌人自投罗网。深夜一片寂静，空中发出信号，这是我们发出的诱敌信号。很快，200多名黑衣鬼面军现身。当他们进入谷口，我厉声下令：放落石，射箭！刹那间，巨石木头轰然滚落，堵住前后出口。鬼面军瞬间大乱，黑衣头目惊骇嘶吼：中计了，有埋伏，快撤！待鬼面军反应过来想逃时，秦烈率领精锐冲下高坡，不到1炷香，敌军被全数拿下。次日，我手拿密信站在教场上。昨夜我们粉碎了一场偷袭，策划者就是这位前来招安的赵先锋官，这就是证据。赵德柱浑身颤抖，疯狂辩解：你血口喷人，那是伪造的。当看到我们抓住的人证后，自知阴谋败露，赵德柱彻底疯狂，歇斯底里狂笑：凌云，你赢了又怎样？我叔父是大将军赵元朗，手握10万精兵，你杀了我，他必踏平玄铁城。因为赵德柱的一番话，教场上瞬间一片死寂。将士们，乡亲们，昨日一战，我们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我们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家园。台下瞬间爆发出震天欢呼，我抬手示意安静，继续说道：胜利属于每一位浴血奋战的兄弟，伤亡者有抚恤，立功者论功行赏。从今日起，正式建军，设战营、将作营、屯田营，各司其职，共卫家园。政令一出，军民振奋，眼中充满希望。这日，我与秦烈正在谷口巡查，一名哨兵飞奔来报：报，盟主，谷外一人求见，自称魏昭，前来投奔。我快速回到会客厅，召见魏昭。魏昭一身风尘，却身姿挺拔，眼神锐利，快速上前来抱拳行礼。在下魏昭，原前朝镇北军镇威校尉，久闻盟主以流犯之身于北漠创此基业，魏某不才，特来相投，愿效犬马之劳。大人小心有诈。魏校尉曾是朝廷军官，为何流落至此？又为何投我这草寇？我因不肯与赵元朗同流合污，反被他构陷流放。听闻盟主生擒赵德兵，久闻盟主以流犯之身于北漠创此基业，魏某不才，特来相投，成就大业。入夜，议事厅内，魏昭神色凝重，说出所知军情。盟主，
赵元朗得知其侄死讯，大怒，已经集结了幽州精锐3万步匹赶来北漠，扬言要踏平玄铁城。三万精锐，我瞳孔微缩，面色依旧沉静。看来该来的终究还是会来。最新军报，赵元朗亲率的3万大军，前锋已过黑水河，距我城不足10日路程。敌军皆是边军精锐，甲胄齐全，粮草充足。此话一出，各部头领满是惊恐。灵盟主，这实力悬殊太大，不如暂且分散躲避。不可，一旦分散，必被各个击破。我静静看着争吵的众人，敌人是很强大，但我们就真的一无是处吗？诸位可还记得我们是如何用火药击溃蛮族工程车的？大人的意思是，赵元朗以为他面对只是流犯，这次我们要送他一份惊喜。今日起，集全城之力，我要打造秘密武器。此物若成，他3万大军，我让他有来无回。看着众人，我一一下达命令。鲁大成，即刻起，将作营全部人手，听我调遣。所需物资由孙老三保障。魏昭，末将在。城防布置和练兵由你负责。7日内要让城中布防固若金汤。末将遵命。我与众人来到将座营中，我指着桌上的火炮图纸，对鲁大成和老铁将们叮嘱：关键有3：一是火药配比要精准；2是炮管必须足够厚；3内壁要尽量光滑。大人，这铁水浇筑的法子难免有杂质，恐怕……看着满脸担忧的鲁大成，我语气坚定，拍了拍他的肩膀。所以我们得一次次试，记录每次的配比、温度、冷却时间，找出最佳方案。很快来到第一次测试的时候，众人将铁管固定好，点火后只发出一声闷响，炮口就冒起浓烟，实弹软绵绵的滚出，还真是出师不利。入夜，矿洞内的油灯依旧亮着，看着失败的火药残渣，我捏起看了看，找到了症结所在。硝石比例低了，燃烧不充分，调整配比。经过改进，第2次点火，火炮威力理想，但炮管硬度依旧不行，试验屡屡失败，众人皆是一脸愁容。铁质终究是差了些，恐怕不行了。鲁师傅，用这个，用最好的钢打造炮管。大人，这是给您打造配件的，现在它就是最好的炮管，立刻动手。再次改进后，第3次试验，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实弹射出，炸出一个大坑。鲁大成激动大喊：成了！这次真的成了！这次虽然炮管没有开裂，但配套支撑炮管的木架却裂开了。将座营内，我们围着开裂的木质炮架展开讨论。摸着裂纹，我沉吟片刻道：要用熟铁打造支付架和铆结件，关键处包铁箍，底座加重增稳。明白了，大人，我们连夜赶工。矿内再次响起密集的锻打声，工匠们全力以赴赶制铁木混合的加固炮架。次日，山谷深处的围着一干人等，满眼期待地看着这秘密武器。今日便让诸位见识下我们御敌的底气。点火！安静片刻，现场爆发出震天欢呼。有了这宝贝，还怕他3万大军？此物一出，战场格局将为之改变。一门还不够，鲁师傅，全力赶工，能造多少造多少。是，大人。刚结束火炮的试验，一名哨兵匆匆赶来。盟主，紧急军情，征北军前锋骑兵5000，已到100里外黑风隘，距离我们只剩5日路程。将座营内炉火不息，整日都是打铁声。工匠们分工明确，调制火药，分装药包，锻打炮管，打造铁弹、霰弹与加固炮架。我拿起刚铸好的铁弹，仔细查验，弹丸必须尽可能圆滑，大小一致，这关系到射程和精度。不合格的回炉重造。鲁大成指着一排炮管说道：“大人，又成了2门，照这个速度，5天之内凑齐10门有望。时间紧迫，质量是第一位，宁可慢一点，也绝不能有次品上战场。”转眼来到教场，10门火炮整齐排列，每门火炮都配有3名兵士，各司其职。魏昭望着崭新的炮队，低声提议：“盟主，此军械前所过有，战术亦需革新。末将建议将此炮队单独编成一营，专司远程破敌，正合我意。此营便命名为神机营。鲁大成在，你暂领神机营器械官，负责火炮维护和弹药供应。遵命。”我走到神机营将士面前，鼓舞道：“告诉我有没有信心？”有。就在这时，山谷口突然响起急促的马蹄声，一名探马策马狂奔冲入教场，神情慌乱至极。报！盟主，大事不好！征北军主力到了，连营数10里，已经把咱们围起来了。立刻带着众人快步登上教场高台，放眼远眺，只见山谷四周、山脊之上，军营营帐密密麻麻，把玄铁城围得如同铁桶一般。来得好快！呸！来得正好。我静静凝视远方连绵不绝的敌军连营，神色冷冽如寒铁。终于来了！传令全军按预定计划各就各位，准备迎敌。玄铁城谷口的气氛紧张，士兵们紧握兵器，目光死死锁着谷外。后方兵阵地上，10门黝黑的火炮一字排开，只待一声令下，我身着轻甲，站在炮兵阵地中央，手里握着自制的简易测距尺和量角器，冷静地观察着谷外的每一处地形。魏昭神色严峻，而秦烈则按捺不住焦躁。他娘的，
围而不攻，这赵元朗搞什么鬼名堂？他在等我们自己先乱。他在等最佳的攻击时机，也在消磨我们的士气。传令下去，轮流休息，保持体力。神机营各炮位，最后检查弹药。我走到每一门火炮前，亲自微调炮口的俯仰角，还用石灰在炮位前的地面上划出了清晰的瞄准标线。1号炮，目标谷口300步，霰弹准备。1号炮明白。5号炮，目标左侧山脊疑似指挥点，实时弹。5号炮明白。中军大旗下，身着华丽上文甲、威严的中年将领，就是征北大将军赵元朗。他冷眼看着我们寂静的谷口。我军已准备就绪。不急，本帅要先给他们一个机会，一个体面结束的机会。赵元朗骑马来到阵前，本帅乃天子亲封征北大将军赵元朗，尔等聚众作乱，对抗天兵，罪不容诛，献给尔等最后一个机会。这恐怖的威胁在群山间反复回荡，一些新兵脸上瞬间露出了恐惧的神色。为首凌云出来答话，若开门献降，只诛首恶；如若不然，3声过后，拒不受降。大军破城，鸡犬不留，寸草不生。瞬间现场一片死寂，只剩下这令人窒息的倒计时。对于赵元朗的倒数声，我置若罔闻，缓缓举起了右手。2。在持续的倒数声中，我方将士纷纷握紧兵器，准备冲锋。赵元朗嘴唇微动，眼看就要喊出那决定生死的3个字。我高举的右手猛地挥下，神机营1号至10号炮开火。早已蓄势待发的炮手们几乎在同一瞬间将手中的火把凑近了炮尾的引线。下一秒，10声巨响，几乎汇成一声撕裂天地的雷鸣，大地剧烈震颤。征北军密集的阵型瞬间变成了人间修罗场，前排的士兵像被无形的巨镰扫过。赵元朗的坐骑也被这从未听闻的恐怖巨响吓得失控，直接从马背上摔了下来，重重砸在地上，脸上鲜血顺着脸颊直流。赵元朗挣扎着站起，极度惊恐地看着那一排威力巨大的火炮。那究竟是何物？妖法，雷公助贼！我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第2轮目标，敌军中军齐阵。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征北军前锋早已彻底崩溃，士兵们丢盔弃甲，互相践踏，溃不成军。将领们的呵斥声早已被漫天的尖叫和哀嚎淹没，毫无用处。我身着戎装，一马当先冲出谷口，身后跟着玄铁城的将士们。兄弟们，杀！为死去的弟兄报仇！混乱中，我早已锁定了那个最显眼的目标——赵元朗。他在清兵的拼死保护下，向中军方向逃窜，早已没了往日的威严。擒贼先擒王，抓住赵元朗！魏昭带领精锐冲破乱军，直扑赵元朗。赵元朗面色惨白，知道大势已去，最终被魏昭生擒活捉。战场的硝烟渐渐散去，我们将赵元朗押解回城。赵元朗虽沦为俘虏，却仍强装镇定。我坐在主位之上，目光如刀。秦烈和魏昭分立在我两侧，气场凛冽。勾结蛮族，清除北漠异己，你不说我也能猜到，是为了拥兵自重，还是另有所谋？比如那个龙椅上摇摇欲坠的昏君。成王败寇，休想从本帅口中套话。皇帝昏聩，你这大将军恐怕早就不是朝廷的了吧？是想学乱世枭雄割据一方，还是有更进一步的野心？我趁热打铁，继续施压，彻底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他双腿一软，瘫坐在地。这天下马上就要大乱了，我只不过是想为自己谋一条活路。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有不甘，有敬佩，还有一丝绝望。败于你手，我认，但这乱世洪流非一人可挡。今日你胜了我，明日还会有更强的敌人。我沉默了片刻，转身走到窗边，望着远方苍茫的天地，心中满是沉重。心底的声音在回荡，果然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夜幕降临，玄铁城的中央广场上，篝火熊熊燃烧，广场上摆满了简陋却丰盛的食物和酒水，居民们高声谈笑。秦烈酒意上涌，端着酒碗站起身，高声喊道：这一仗咱们能赢，靠的是凌大人，没有凌大人，咱们早就死在北漠了。俺就是知道，跟着凌大人有肉吃，有活路，能赢。魏昭随即跟着起身，神色郑重，拱手说道：秦烈兄弟说的不错，然赵元朗虽败，天下动荡已成，魏某斗胆谏言，请凌盟主顺应天命人心，正式称王，以安民心，以图大业。军中战士和各路头领也纷纷高声附和：请凌大人称王，请凌大人称王。我缓缓站起身，望着群情激昂的众人，心中澎湃。诸位厚爱，凌云愧不敢当。然乱世已至，欲保境安民，进而匡扶天下，却需名分，需制度。今日我凌云便亲从众议。我站上高台，看着众人宣布：即日起，玄铁城更名铁印城，立国铁印。我等不再是流犯草寇，而是铁印国之民。我等将以此为起点，终结乱世，开创一片朗朗乾坤。顿时欢呼声震彻夜空。铁印国，铁印国！听着激昂的喊声，我拔出剑直指苍穹。我凌云在此立誓，必带领铁印国荡平奸邪，还天下太平。铁制立国，当有新气象。今日颁布第一批新政，与民更始。其一，农耕为本，推行均田令，鼓励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分田地，
还免赋税，王上圣明。其二，设立铁印军，按功授田，伤残阵亡者皆发抚恤。其三，鼓励工商，按劳获酬。新政推行后，铁印城一派欣欣向荣，四方流民纷纷赶来，城池也一天天扩大，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这来之不易的安稳，被探子带回的南方消息打破。报！焚天军3日前攻破前朝旧都永昌，首领张皇登基称王，国号大业，传帖天下，扬言扫平群雄，一统天下。听闻消息，众人皆是一惊。张狂骁勇善战，却性情暴虐，如今占据旧都，已成大患。哼，咱有铁印军和火炮，怕什么？传令，加派探子紧盯大研动向，特别是永昌城。议事厅内气氛凝重，传令官躬身禀报张狂的檄文。王上，此檄文已传遍郊县，言辞极为恶毒。那狗屁天王到底说了什么？秦烈怒不可遏，魏昭拿起抄本，沉声念出：北漠逆贼凌云，本为流犯，窃号称王，实为国贼，天下共讨。张狂这是抢大义名分，为北伐造势。他想当天下共主，就得先把我打成反派。我们就任由他泼脏水。立刻起草铁印讨逆行辕。第一，痛斥朝政积弊；第二，揭露焚天军的暴行；第三，昭告铁印均田安民的新政。臣即刻去办。很快，铁印檄文传遍四方，百姓看后义愤填膺。魏昭了解后，赶紧禀报王上，檄文已广传天下。据报，张狂大怒，已调集主力北上进驻赤水河南岸重镇临河城，意图明显。来得正好，直接决战。赤水河是南北咽喉，此战决定天下大事。传令，3日后，本王亲征，南下赤水，与张狂决一死战。我望向南方，心中战意如潮。乱世枭雄，终须一战定鼎。赤水河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更是我铁印问鼎天下的起点。赤水河两岸隔空对峙，北岸铁印军整齐列队，将士气势如虹。军阵后方排布着神机营火炮精精。我一身戎装立于军中观察对岸敌情。魏昭分析道：我军虽人数偏少，却个个精锐，更有神机火炮为王牌，未战已占先机。与此同时，赤水河南岸的焚天军营寨虽然密密麻麻一望无际，却军容散乱，喧闹嘈杂，毫无士气可言。看着整齐排列的铁印军，不少人私下议论：对面阵型也太过齐整了。听说他们有打雷喷火的神器，连征北军都全军覆没。焚天军派出一名使者，乘坐着一艘小船驶来。使者神态傲慢无礼：你便是凌云，我家天王有口谕给你。秦烈怒目圆睁，厉声呵斥：放肆！见了我家王上还不跪拜！我家天王念你平定北漠9功，识物便率部渡河归降，封你为安乐公，一世富贵。若顽抗到底，100万大军踏平北岸，届时玉石俱焚，悔之莫及。哦，安乐公，回去告诉张狂，他的好意本王心领了，让他备好颈上人头，本王不日便去取来。滚吧！使者被我气得拂袖而去，看来这场仗是非打不可了。也好，就在这赤水河，让他彻底认清自己的分量。赤水河两岸战云密布，焚天军猛将屠刚手持双斧对着北岸狂吼：北岸缩头乌龟，听着，俺是焚天军先锋屠刚，谁敢过河与我一战？凌云小儿，你敢吗？云逸，你敢出战斩此狂徒，扬我军威吗？赵云逸抱拳拱手：末将愿往，定不辱命。王上，他还是个娃娃。秦烈担忧道：屠刚凶名在外啊！我摆手示意：此人有勇无谋，你以巧破例，速战速决。赵云一手提亮银长枪，翻身上马，策马奔下河滩。屠刚见此不禁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凌云手下当真无人可用了吗？竟派个娃娃前来送死！说完，策马上前。赵云逸提起银枪，率先刺向屠刚手腕。屠刚惊怒，连忙防守进攻，却全被赵云逸轻巧闪避。连续进攻无果后，屠刚开始心浮气躁。赵云逸看在眼里，待屠刚门户大开时，银枪一拨一挑，精准刺入屠刚咽喉。铁印军爆发出震天欢呼：废物，都是废物！弓箭手准备放箭，全军突击，踏平北岸！刹那间，南岸箭雨如飞蝗，遮天蔽日射向北岸，战鼓震天轰鸣，无数焚天军士兵如潮水般涌向河滩，渡河冲锋。轰轰烈烈的赤水大战就此提前引爆。赤水大战全面爆发，河面之上，焚天军派出数十艘战船，水陆并进，强行渡河。我方弓箭手奋力阻击，奈何敌船数量太多，不少战船已登上北岸河滩。魏昭在一旁沉着调度，指挥弓箭手齐齐瞄准。
朝敌方战船之上的兵士倾力射击，而我驻守在赤水河上游北岸的隐蔽高地，静静注视着河面战局。身旁神机营士兵早已备好改装快艇，船上藏满火药与引火之物。时机到了，点火，放船！神机营将士将满载火药的快艇推入河中，火船顺着湍急水流直奔敌军密集船队冲去。梵天军水兵远远望见，瞬间吓得惊慌嘶吼：“快躲开！”可一切都来不及了，火药船狠狠撞上敌船，轰然连环炸响，火光冲天而起，木船碎裂，兵士翻飞，整段河面化作一片熊熊火海。南岸之上，焚天血军张狂望着河中惨状，气得目眦欲裂，满脸狰狞。我要你偿命，跟我上！张狂亲自登舟，数十精锐死士紧随，数艘小舟借着江面浓烟掩护，避开火海主流，悄无声息直冲我主帅船而来。北岸我正指挥全军扩大战果，一名护卫眼尖，陡然惊呼：“皇上，有敌船趁乱靠近，那是张狂的旗帜！”我转头望去，只见张狂立在船头。来呀，你看老子怕不怕你？要么你死，要么我亡！张狂乘着小舟撞上我的主帅大船，紧接着怒吼一声，腾空跳上甲板，一众黑衣死士紧随其后。铁印亲卫见状，与死士在甲板上殊死缠斗。张狂在接连劈翻2名亲卫后，举起大刀向我劈了过来。我拔出剑，从容应对，噔的一声，刀剑相撞，火光四溅，震得我虎口发麻，连退半步，暗自心惊其蛮力之大。张狂处于上风，招招搏命死攻，逼得我连连后退，险象环生。我自知力量没不够，只能以灵巧身法配合近身闪避，每每在生死一线间避开致命攻击。久攻不下，张狂愈发焦躁，蓄力猛劈而来。我眼神一凛，不退反进，就是现在！侧身避过刀锋，近身手肘撞向他手腕。张狂手一麻，身体往后退。好刁钻的手法！我乘胜追击，一脚踢中他小腿胫骨。张狂吃痛失衡，闷哼一声，紧跟着再一个侧踢。张狂踉跄后仰，直接掉进水中。张狂在水中狼狈挣扎，头发散乱，状若疯魔。这场仗是你赢了，但你也要完了！看看你的身后，看看北岸！我闻声猛然转头，只见战场东北山谷之中，突然杀出一支装备精良的大军，旌旗上赫然印着司马与秦王字号，2万兵马浩浩荡荡直扑铁印军侧翼，意图合围包抄。正在乘胜追击的铁印军猝不及防，侧翼瞬间暴露阵脚大乱。一名偏将慌忙奔来，神色惊慌禀报：“王上，不好了，是镇西王司马峰的军队，他们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镇西军阵前，司马峰身披银甲，面容阴鸷，望着我方混乱阵型，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就在镇西军主力快要冲出山谷完成合围之际，山谷两侧高地战鼓骤然轰鸣，魏昭黑甲长枪一马当先，率众杀出，数千早已埋伏待命的铁印精锐骑兵如神兵天降，从侧后方猛冲而下。司马峰，你的诡计早被王上识破！镇西军万万没想到后路竟有伏兵，瞬间军心崩溃，阵型被拦腰截断，首尾失联，乱作一团。我立于主帅船头，神色冷静，挥动手势调度全军。铁印主力迅速变阵，一部分清剿焚天残部，一部分调转枪头，配合魏昭骑兵，对混乱的镇西军形成两面夹击。司马峰左右突围，却已是败局已定。你休要得意，赤水河只是诱饵，真正的杀招在京城，在你的铁印老巢，此刻恐怕早已易主。张狂的落水反噬，司马峰的战场狂笑，满是恶毒的报复快意，回荡在赤水战场上空。一瞬间，京城朝堂、铁印城后方的一幕幕画面在脑海飞速闪过。原来从头到尾，赤水之战只是幌子，真正的致命阴谋早已袭向自家根基。夜色如墨，月色朦胧，铁印都城一片寂静。数道黑影如同鬼魅般悄无声息翻越高耸宫墙，潜入王宫内院。黑衣人首领打出手势，压低声音下令：直取凌云寝宫和机密库房，动作要快。可他们刚前行至重兵把守的机密库房外，正要发动突袭，四周突然火把齐鸣，火光瞬间将庭院照得如同白昼。秦烈手持巨斧，率领一队神机营士兵从暗处蜂拥而出，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入侵者。一人首领大惊失色，厉声喝喊：有埋伏！撤！秦烈猛地挥斧下令，放！神机营士兵扣动扳机，火铳瞬间喷出火光与浓烟，数名黑衣人应声倒地，其余人吓得魂飞魄散。审视穴内被俘的黑衣人首领，气息奄奄，脸上却浮现出诡异的笑容。我们只是率天教的先锋。率天教？什么鬼东西？前朝皇室血脉早已皈依我教，即将诸神。话音未落，黑衣人首领头一歪，气绝身亡，脸上依旧挂着狂热而诡异的狞笑。秦烈脸色凝重，跑出审讯室，对神机营军官下令：率天教，前朝余孽，快800里加急，将此事禀报王上。都城全面加强戒备，不许放过任何可疑之人。我率领大军凯旋，都城百姓夹道相迎，欢声震天。可我很快发现，
不少百姓面色不佳，咳嗽不止，神情虚弱。我勒住战马，看向身旁魏昭，沉声问道：“都城何时出现此等病症？为何没有及时禀报？”魏昭面色凝重：“皇上，此病来了蹊跷，郎中一时难以根治，染病之人日渐增多，臣正想向您禀报。”我立刻下马，仔细查看病患症状，心中迅速判断，此病传播集中，发作迅猛，绝非寻常天灾，更像是水源食物被人恶意污染。我当即下令，立刻将病患妥善安置照料，全城水源、粮食全面排查，此事绝非偶然。根据线索，我们迅速锁定城西一处废弃宅院，我亲自带队前往。院内暗藏密室，几个身穿黑袍的人正将不明粉末倒入水中，我带人果断进入，迅速控制局面。为首一个身穿黑袍的干瘦男人见状惊怒：“什么人敢闯此处？”秦烈一步上前，厉声喝止。我查看粉末与关在笼子中的小动物，症状与百姓完全一致，真相已然明朗。当我们逼问解药与配方时，黑衣人阴恻恻地说：“此事没有回头路，你们等着便是。”我不再多言，命人彻底搜查，在密室中查获了大量纸包与遍布全城的投放点地图。干瘦男人被押走时，仍疯狂叫嚣：“你回我此处又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人在，很快便会卷土重来。你们等着吧！”狂笑声中，我面色沉静如水。一场针对铁翼、针对百姓的阴谋才刚刚浮出水面。夜深人静，王宫寝殿烛火摇曳，我正独坐灯下审视疆域地图，数道黑影闯入，直取我性命。我立刻拔剑反击，来者武功高强，缠斗间刺伤了数名侍卫，随后悄然消失于无形。江湖手段必须用江湖规矩来应对。次日议事厅内，各路正道武林领袖齐聚一堂。吾讲明率天教的恶行，直言大军难剿诡秘高手。此等隐秘势力行踪诡秘，非大军所能轻易清剿。我有意设立盟会，请诸位武林泰斗共襄义举，推举贤能统领江湖力量，一同安定天下。众人早已听闻暗中势力作恶行径，纷纷议论。少林方丈玄慈缓缓开口：“阿弥陀佛，此辈道行逆施，扰乱苍生，老衲愿率少林弟子助王上一臂之力。除乱安道，乃我辈本分，吾当义不容辞。”丐帮帮主声若洪钟大笑：“最恨这种装神弄鬼、祸乱四方之徒，算俺老洪一个！”众人目光齐聚在我身上，玄慈说道：“盟主之位，非灵王上莫属。王上心怀天下，文武兼备，兼有朝廷大义，方能统领各方。”全场齐声附和。夜幕降临，王宫密室之内，我与玄慈方丈独处密谈。对方首领修为已是顶峰，寻常刀兵武学皆难以制衡。我眉头紧锁，问道：“大师，可知有何应对之法？”唯有至阳至正的传世神兵，可克制这类异武学。千年前天外玄铁铸就的龙渊神剑专破鬼道，只是早已失传。传闻藏于极北藏剑渊绝地之中，此去路途艰险，绝地九死一生，却是眼下唯一的希望。我抬眼望向远方，眼神坚定无比。纵然是万丈深渊，也要闯上一闯。极北之地冰封万里，巨大的裂谷紫环渊横亘眼前，谷口紫雾缭绕。我带着魏昭、秦烈和几名精锐侍卫，裹着厚皮裘，顶着凛冽风雪，天南抵达渊口边缘。这鬼地方鸟不拉屎，那什么圣剑，真藏在这种死地？魏昭俯身细看石刻纹路，古籍记载与星象地势完全吻合，入口就在此地，只是处处暗藏玄机，务必小心行事。踏入洞口后，众人纷纷褪去厚重裘皮，洞内幽深曲折，地面遍地枯骨。行至前方，陡然出现3条岔路。我蹲下身细观地面痕迹，感应气流流动。中路有风，含淡淡金属锈味，地面还有陈旧拖拽痕迹。走中间。没走几步，突然触发了机关，两侧石壁箭雨激射而出。魏昭挥剑飞速格挡，秦烈横斧护住周身。一名侍卫躲闪不及，被弩箭划伤手臂。我立刻示意众人贴紧石壁，用兵器探路，躲避掉途中多数机关。途经断崖，只剩残破石柱可以落脚。我测算距离，步伐率先越过，带领众人依次安稳落地。行至钟乳石洞厅，头顶冰锥不断坠落。我观察落石规律与落点，找准间隙，带队快步冲出险地，一路深入。洞窟尽头豁然开朗，竟是一座巨大天然石窟。石窟中央高台之上，一柄长剑静静伫立，剑身修长深邃，泛着紫光，寒气凛冽。我独自缓步踏上高台，深吸一口气，伸手握住剑柄，刹那间剑身微微震颤，笛鸣嗡响，寒意渐渐收敛，似是已然认主。我运力缓缓拔剑出鞘，紫苑剑完全出鞘一瞬，紫光骤然大盛，照亮整座石窟，同时大地剧烈摇晃，洞顶巨石不断坠落，洞窟濒临崩塌。洞窟崩塌，愈演愈烈，我们在碎石间艰难闪避。突然，剑冢中央的寒潭轰然沸腾，水花狂溅，
一条通体覆满紫鳞、头生独角的蛟龙状巨兽从潭中缓缓升起，庞大身躯几乎撑满整个洞窟。它树瞳冰冷如霜，死死锁定我手中的紫元剑，低沉咆哮里满是敌意。巨兽张口发出震耳咆哮，煽动神剑者死！极寒吐息呼啸而出，地面瞬间凝结厚冰。我迅速侧身闪避，手中紫元剑突然微微震颤，传来一丝温热。此兽是神剑守护者，关键必定在剑上。蛟龙再度扑来，带起劲风。我凭借灵活身法周旋，目光锁定蛟龙，发现其在攻击时，颈部下方有一小片鳞片，颜色偏浅，且动作受水汽影响。用巨石砸向寒潭，制造水雾。秦烈立马会意，抱起一块巨石，奋力砸入寒潭，激起漫天水花。魏昭带着侍卫从侧翼佯攻，死死牵制蛟龙视线。趁蛟龙被水雾干扰，视线受阻的瞬间，我将内力尽数注入紫渊剑，剑身蓝光暴涨，凛冽寒气席卷全场。蛟龙感受到更清纯的寒气，动作骤然一滞，发出困惑的低吼。巨大的瞳孔凝视着我，又缓缓看向我手中的紫渊剑，眼中敌意渐渐褪去。随后，庞大的身躯沉入寒潭，洞窟的摇晃瞬间停止。我们顺利逃出紫环渊，重见天日。手中紫渊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突然微微震颤，剑尖自动偏向西南方向，持续散发着微光。这剑在为我们指引方向，西南方向正是率天教总坛可能隐匿的西南群山。看来是时候和率天教做个了断了。夜色笼罩西南群山，一处瘴疠幽谷雾气翻涌，诡异浓稠。我率领皮魔盟精锐、神机营小队悄然抵达，腰间紫渊剑在鞘中隐隐低鸣震颤，剑心感应到前方滔天邪气，自发示警。先锋探路回报，谷口虽有教徒巡逻，却眼神空洞，身形僵硬。一举一动如同被操控的提线木偶，诡异至极。情形诡异，无需再隐匿行踪。神机营直接轰开谷门，精锐紧随炮火，全力突进。炮火撕裂夜幕，邪异谷门瞬间被炸得粉碎。我手握紫渊剑，纵身杀入战团，电光所致邪气尽数溃散。魏昭长枪纵横，秦烈巨斧横扫，一众武林高手如虎入羊群，硬生生在傀儡中劈出一条血路。大军一路向山谷深处强攻，众人一路血战，终于攻入绿天教最核心的大殿。大殿尽头，一道高大身影背身而立，身着暗紫长袍，长发披散，周身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恐怖压迫感。片刻后，率天教主幽冥子缓缓转身：“你们来了，比本座预想的还要快上几分，来的正好。既然来了，就统统留下吧，用你们的毕生修为助本座神功大成，倒省得本座再费心四处寻觅了。”幽暗大殿之内，幽冥子缓缓转身，周身翻涌着黑色邪焰。他随手一挥，一道漆黑气浪席卷而来，气浪过处，地面凝结出诡异黑冰。秦烈怒喝一声，抡起巨斧迎面硬劈。装神弄鬼，吃俺一斧！巨斧撞上黑气巨浪，轰然爆响，秦烈当场被震得连连后退，虎口崩裂，鲜血直流。魏昭沉声提醒：“好强的邪功，大家千万小心！”幽冥子身形如鬼魅，转瞬到一名武林高手身前，一掌径直穿透其胸膛，高手瞬间被吸干精气。我眼神一凛，抽出紫渊剑：“你的对手是我。”说完冲上前与幽冥子激战，紫渊剑光凛然如虹，邪功黑气狰狞翻涌，每一次碰撞都震得大殿轰鸣摇晃，碎石簌簌坠落。缠斗之间，我敏锐捕捉到他的破绽在心口处。就在他招式进出，胸口空门大开时，我将内力尽数灌注圣剑，直刺他心口要害。幽冥子惊觉中计，却已来不及躲闪，刺入心口的瞬间，幽冥子身体剧颤，发出凄厉惨叫，漆黑眼眸短暂恢复清明，眼底只剩难以置信与滔天怨毒。他低头望着胸口圣剑，忽然疯狂大笑：“凌云，你赢了，但这只是开始。”话音未落，他肉身急速干瘪腐朽，顷刻化作漫天飞灰，可一团浓得化不开的墨色黑雾从飞灰中冲天而出，凝聚成一张扭曲狰狞的人脸，传出他残留的元神怨毒之声。神已与这大地龙脉相连，你们毁我圣教，我便让这天下龙脉浸染污秽，拉着世间为吾陪葬。黑雾一晃，猛地钻入地底，遁走无踪。整座大殿地动山摇，梁柱崩裂，濒临彻底崩塌。魏昭急忙快步冲上，急声大喊：“皇上，快走！皇上，地脉异动，幽冥子的诅咒应验了，龙脉正在被污染，必须立刻撤离。这鬼地方要塌了，快走！”不能走，龙脉若被彻底污染，地气逆转，山河崩塌，整个中原都将沦为炼狱。我必须阻止他。皇上，你要做什么？人力怎能与天地之力抗衡啊？紫元剑乃至阳正气所铸，或许能拼死一搏，守护苍生，是我们的责任。话音未落，我纵身跃入最大的地裂，魏昭、秦烈紧随我身后，一同踏入险境。地底深处，一条璀璨龙脉蜿蜒流淌，可此刻却被漆黑邪气缠绕，浑浊不堪。龙脉核心处，幽冥子的元神黑雾正疯狂释放邪力，是要彻底玷污龙脉根基。我手持紫元剑，毅然冲向龙脉核心。紫渊剑光芒暴涨，形成一道纯净护罩。魏昭、
秦烈在身后奋力抵挡坠落的碎石和滋生的魔影。终于，我冲到龙脉核心前，将全身内力尽数注入紫苑剑。我大喝一声：“以敌我之念，引天地正气，尽死！”紫苑剑入脉的刹那，我咬紧牙关。当最后一丝邪气被彻底净化，龙脉恢复平静，我终于力竭，向后倒去。皇上，大人，您醒醒，您醒醒啊！不知过了多久，我缓缓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寝宫。皇上，您醒了，苍生得救，山河无恙。皇上万岁！万岁！万岁！我支撑着坐起身，望着眼前这群追随我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兄弟臣子，心中百感交集。我深知这一败早已超越君臣礼数，是他们由衷的拥戴，亦是天下苍生对太平盛世的期许。皇上，率天教覆灭，龙脉得以净化，天下归心。然国不可一日无君。臣等斗胆恳请皇上顺应天命，登基称帝，以安社稷，以定民心。臣等恳请皇上登基称帝。诸位请起。凌云起于微末，全赖诸位同心辅佐，才有今日局面。可称帝之事关乎国体，非同小可。况且天下初定，百废待兴，此事还需从长计议。没有您，俺们早死在北漠荒滩了。没有您，这天下还不知要乱多久，百姓要被妖人祸害多少。这皇帝之位，除了您，谁有资格做？俺老秦第一个不服。是啊，王上，您推行均田免赋，让百姓安居乐业；您亲闯兵渊，舍身静脉，铲除邪教，拯救苍生。这是天意，是民心所向啊！众臣再次叩首，长跪不起，一遍遍恳请，态度无比坚决。既然天意如此，民心所向，凌云从命。陛下万岁！满殿臣子齐齐叩首，声震殿宇。陛下万岁！万岁！万岁！我身着龙袍，转身面向群臣，虽面色仍有倦容，但目光已然恢复往日锐利，周身自带帝王威仪，不怒自威。登基大典加紧筹备，王宫广场旌旗林立，仪仗整齐，一派喜庆肃穆之气。突然，一名士兵狂奔进来800里加急，西域军强！让开！我要见陛下！殿内，我刚刚完成登基初步仪程，正与群臣商议大典细节。殿外的喧哗骤然打断了欢庆的氛围。陛下，不好了！西域36国突然组成联军，号称50万之众，已然攻破我西北平壤落霞关，正朝京城杀来。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瞬间击碎了殿内所有的欢庆气氛。满朝文武脸色骤变，有震惊，有担忧，更有期盼。期盼他们刚刚登基的新帝能再次力挽狂澜。陛下，给我10万精兵，我定杀他个片甲不留。陛下，联军号称50万，来势极猛，而且选在登基之日发难，背后一定有蹊跷。陛下，京城空虚，大军一旦远征，恐怕会生出内乱啊！我端坐龙椅，指尖轻敲扶手，目光凌厉如风，随即缓缓起身，语气平静：朕初登帝位，便有宵小来犯，此战不为开疆，只为立威。今日若退，他日诸国皆视朕软弱，江山再无宁日。传朕旨意，登基大典，仪式边境，朕要亲率3军应战西域联军。陛下，万金之躯，万万不可轻涉险地。险地？朕从北漠杀出来，大小100余战，何曾怕过危险？此战，朕意已决。王宫广场庆典进撤，转为肃杀军阵。我身披龙纹战袍，立于高台之上。朕凌云，承天命顺民心，今日登基为帝，但国土不容践踏，三军听令，随朕出征。万岁！万岁！万岁！出征！出征！大军西夜兼程，抵达西北前线，与西域联军遥遥对峙。我下令扎营，准备明日决战。傍晚，一齐从西域联军大营方向奔来，手持白旗，高喊：西域联军使者求见大铁印皇帝陛下。外臣参见陛下。我大军陈兵于此，实为祝贺陛下登基，绝无犯境之意，皆是误会，愿与陛下和谈。使者双手奉上一份华丽的国书，秦烈魏昭面面相觑，眉头紧锁，满心疑惑。我端坐马上，面无表情，深邃的目光静静看着这名使者。陛下，外臣代西域36国联军请罪，我军受奸人蒙蔽，贸然犯境，冒犯天威，罪该万死。今奉上国书奇珍，祈请陛下宽恕，我军愿即刻退兵，永世臣服，岁岁来朝。秦烈等人满脸诧异，只有魏昭目光锐利，静静审视着这名使者。受何人蒙蔽？这是前朝余孽率天教妖人，他们谎称陛下欲扫平西域，我等为求自保，才出此下策。如今妖教覆灭，真相大白，我等追悔莫及。既是受蒙蔽，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朕
可以接受你们的倾向。使者瞬间如蒙大赦，连连叩首。我继而沉声下令：然空口无凭，传朕旨意，3月之后，于西域楼兰故地召开万国大会，西域36国君主必须亲至，与朕共商边境和睦、通商互利之新秩序。届时再行定夺。外臣谨遵陛下圣意，定将旨意传达各国君主。退下吧。使者再度叩首，恭敬倒退着离开了军营。陛下圣明，恩威并施，不战而屈人之兵。此战若开，纵使必胜，也劳师伤财。如今兵不血刃，令西域臣服，陛下威德定将传遍四海。我走到江玉图前，目光深邃，转头问他：魏昭，你以为他们真正怕的是什么？自然是怕我铁印冰封之锐，尤其是火炮之威。火炮可破城，可杀人，却难以真正征服人心。他们今日畏惧火炮而臣服，来日若遇更强兵锋，亦可叛我。陛下的意思是，真正的征服不快兵戈轰鸣，而在四方归心。万国大会便是开端，朕立的是秩序，而非威慑；传的是王道，而非恐惧。让他们深知归附之力远胜对抗，方为江山永保之基。3月后的楼兰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另一边，使者返回西域联军大营，向统帅如实禀报：这位铁印皇帝年纪虽轻，但气度非凡，深不可测。他给了我们台阶，传令下去，即刻退兵，筹备万国大会事宜。号令之下，西域联军井然有序，缓缓撤离了边境战线。西域楼兰故地，万国大会隆重召开。我端坐主位，西域36国君主齐聚一堂，神色各异，有恭敬，有审视，也有不以为然。我当众提出通商、睦邻、共御外侮的盟约，多数君主表示赞同。这时，乌孙国王起身试探发问：陛下主张甚好，可西域距中土万里，盟约如何长久？莫非要靠火炮威慑？会场气氛瞬间变得微妙。我淡然一笑：国王所虑不无道理，沟通之难，朕已有解决之道。我示意魏昭，工匠立刻抬上一张长桌，摆放铜线、磁石、木架。我走到桌前开口：此乃磁悬之术。工匠将磁石固定，小磁石竟凭空悬浮，缓缓旋转，全场哗然。各国君主惊得纷纷起身，直呼天神降世。紧接着，工匠又抬了2个木箱，我朗声道：此乃顺训之器。一边摇柄，另一边指针同步摆动，滴答作响，瞬间传讯：西域昌盛，万国安康。对方回讯：陛下万岁，铁印永固。万里传讯，瞬息可达。这不是先法，是格物致知之理。朕愿与诸国共享，修路通商，万里如咫尺。陛下真乃天人，吾等愿永世追随，谨遵盟约。万国朝拜气氛正盛，一名传令兵匆匆找到魏昭，魏昭神色骤变，快步至我身旁，低声禀报：陛下，江南旧贵族余孽勾结豪强，以清君侧为名叛乱，以攻占数县。大会照常结束，即刻准备回乱。皇宫议事殿内气氛凝重肃穆，我端坐龙椅，御案铺开江南地形图，几座县城被诛杀标记，兵部官员躬身急报：陛下，江南急报，南城旧贵族周氏王氏勾结地方豪强，打着清君侧复旧制的旗号煽捣乱民，以攻占临水、复生3县，叛军5000余人，气焰嚣张。陛下，给俺3万精兵，半月之内定将这些安杂婆民碾为齑粉。陛下，叛军虽是乌合之众，但江南乃是天下财富重地，大军围剿必伤及民生，动摇新政根基。而且此事背后恐怕另有隐情。说得不错，区区献计之急，何须大动干戈？平乱当用重线，更要精准直击要害。传朕旨意，命影刃小队即刻南下，授其临机专断之权，动用信鸽网络，确保情报畅通。目标只有一个，肃擒贼首。7日之内，朕要看到结果。影刃出动，陛下圣明，这正是最佳选择。影刃，那是啥来头？数支信鸽飞向江南，5名影刃高手悄无声息离开京城。江南临水县衙内，判首周奎正在饮酒作乐，影刃小队悄然潜入，趁其不备，瞬间制服拿下。另一边，王恒毫无防备时，影刃混入送菜队伍，席间突然出手发将其生擒，失去手里的叛军群龙无首，很快被当地官军平定，整场评判干净利落，仅6日便尘埃落定。启禀陛下，任务完成，贼首周奎、王翰已擒押回京，秘密收监，江南叛乱尽数平定。审了吗？周奎受刑招供，此次叛乱不仅有旧部勾结，朝堂亦有人暗中通风报信，私调物资。对方行事隐秘，从不现身，只以密道传递指令钱财，但其心腹无意间透露，此事疑似牵扯工部李尚书府。李阁老，他乃是3朝元老，陛下登基后还委以重任，怎会牵涉其中？暗中彻查，
未有确凿证据前，不可打草惊蛇。朕倒要好好看一看，这金銮朝堂之上，究竟还藏着多少心怀不轨的魑魅魍魉。金銮大殿庄严肃穆，我高坐龙椅之上，满朝文武分列两班，躬身肃立。文官前列工部尚书赵一气，看似神色平静，实则内心慌乱。启奏陛下，今年漕运疏通已毕，各码头修缮亦已完成80%，可保秋粮北运无虞。我静静盯着他，沉默不语。大殿瞬间寂静无声。赵爱卿辛苦了。工部事务繁杂，关乎国计声明，更需清正廉洁。近日朕听闻，有地方官吏擅自挪用工程钱款，徇私谋利，以致河堤失修溃损，百姓流离失所。这般祸乱历史之人，实乃朝堂隐患。赵一气身躯猛地一颤，心头大惊。我目光扫过百官，当众宣告：吏治不清，国本必摇。朕决议即日颁布肃贪令，于督察院新设廉政司，专查百官贪渎，不论品级高低，有案必查，有贪必肃，举报属实者重赏，贪墨枉法者严惩不贷。望诸位爱卿洁身自好，莫要自误。赵一气脊背发凉，冷汗浸透内衫，几乎站立不稳。夜幕降临，赵一气回府，屏退众人，启动机关，书架缓缓移开，露出隐秘密室。烛火昏暗中，坐着一位不疑男子，面容苍白，眼神阴鸷，正是本该死于战乱的前朝皇子宇文明。殿下，大事不妙！今日朝会凌云突然颁布肃贪令，设立廉政司，分明矛头直对我等。他怕是已经有所察觉了。哼，慌什么？他若有实据，朝堂之上便捧直接拿你下狱，不过是敲山震虎罢了。可廉政司一旦设立，我等行事必将束手束脚。江南之事败露，周奎、王翰落入他手，万一……没有万一，成大事者岂能畏首畏尾？凌云此举，正说明他根基未稳，内心忌惮，这正是我们反击的机会。殿下有何良策？他在明，我们在暗，正好借廉政司之机，把我们的人安插进去，或者找几个替死鬼，演一出大义灭亲的好戏给他看，让他自以为得计。这铁印的江山，他凌云坐不稳，这天下终究会回到我宇文氏手中。朝堂刚定肃贪之规，暗处逆党已然暗中布局，一场朝堂权谋暗战彻底拉开帷幕。月色朦胧，赵府四周死寂。魏昭身披玄甲，目光冷冽地注视着大门，身后影刃队员与禁军屏息凝神，只待一声令下。要点都控制住了，将军放心，所有出口均已封锁，连狗洞都有人盯着，只等信号。密室内，赵一气面焦急说道：凌云突然设立廉政司，又加强京城巡查，风声太紧，我们是否暂避锋芒？宇文明冷哼：往哪里避？如今已是箭在弦上，凌云不死，你我永无宁日。别忘了，我们在京城地下埋的那些礼物，足够送他和他的铁印国上天。可如何近身？皇宫守卫森严，明日太后寿宴，百官朝贺，便是最佳时机。我已买通内宴，可将死士为号，内外加机舞，你只需在宫外接应。一旦事成，趁乱打开几处关键火药埋藏点的机。赵一气握拳咬牙说道：好，就依殿下之计，成败在此一举。赵府后门打开，宇文明闪身而出，刚走几步，四周突然火把大亮，两侧墙头瞬间涌出无数禁军。宇文明等候多时了。与此同时，赵一气也被一同拿下。说，火药埋在何处？宇文明被锁在刑架上。魏大将军，引爆机关如何解除？急什么？黄泉路上有你们作伴，不亏。此时，影刃队员急报传来，魏昭脸色骤变，丢下一句看住他，便冲出地牢。废弃水道入口处，火把通明，工部官员神色惶恐。主要埋药点就在这下面，但结构复杂，岔路极多，那也得进去啊，总不能等着炸吧？我快步走来，陛下，您怎么来了？此地危险。图纸给朕。我恍若未闻接过图纸，没时间了，朕亲自下去。说完，我拿起火把，毫不犹豫，钻入狭窄黑暗的入口。魏昭带领精锐紧随其后。地道内阴暗潮湿，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众人穿过岔路，前方洞窟中央堆积着数十个火药桶，引线已被点燃。我来不及思考，抽出匕首，稳准狠地横向一划，切断外部包裹层，再挑断内部信线。我知道眼下危机暂且化解，但朝堂潜藏的坚定毒瘤更加致命，也到了该彻底清算的时候了。1年后的铁印京城，永昌街车水马龙，街道宽阔整洁，公共马车按固定路线行驶，秩序井然。热闹的茶馆内，我身着文士长衫，与扮作商人的魏昭低调喝茶。说书先生正讲着，茶客激动插话：皇上是真龙天子，带着俺们过上好日子了。可不是，都是皇上的恩德。魏昭听到后低声微笑：民心所向啊。
安居乐业是根本，但还不够。攻防内鲁大成躬身禀报，陛下息怒。蒸汽之力，原理虽已泯息，但密封材料强度难关重重，尤其是气缸密闭性，屡试不成。蒸汽机是未来工业基石，以如今技术自然更加困难。集中力量，优先攻克气光密封和锅炉效能。3个月内，朕要看到能稳定运行超过1个时辰的样机，明白吗？臣等领旨，必竭尽全力，不负圣望。皇家科学院工房内，气氛紧张而忙碌。巨大的工作台上散落着金属零件与图纸，中央的蒸汽机原型机已初步组装完成。我身着简便的龙纹长服，手上沾满油污，正仔细检查气缸与活塞的连接处。鲁大成沙哑的汇报：此处密封面片已换上耐热胶石，但压力测试时仍有泄漏。我沉思片刻后说道：胶石受压后回弹不足，试试双层结构，中间加一层薄铜片，增加刚性。锅炉的进风口和烟道比例再调整一下，确保燃烧充分稳定。随后，我与工匠们围在机器旁进行紧锣密鼓的测试。面对一次次的失败，我却冷静地让大家记录数据，分析原因。油灯下，我与鲁大成进行激烈讨论。地上扔满了废弃的草稿。经过无数次失败调整再测试，终于工房内所有人屏息凝神。鲁大成的手有些颤抖，深吸一口气喊道：启动！工匠搬动主阀门，高压蒸汽涌入气缸，推动活塞带动飞轮。起初有些滞涩，但很快飞轮开始平稳地旋转起来，机器发出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声。陛下，成了，我们成功了！是啊，成功了。这轰鸣声将改变一切，一个全新的时代要开始了。铁印国东海市博斯码头，人声鼎沸，数艘高维深舱的远洋帆船缓缓靠岸。我身着长服，在魏昭等人的护卫下站在高台。藩邦使者卡米尔在通译陪同下走下跳板。尊贵的大人，我等来自遥远的卡斯利亚王国，特来拜谒贵国伟大皇帝，通商消好。皇宫内，卡米尔双手奉上礼物。伟大的铁印大皇帝陛下，特备薄礼，愿与贵国永世通好。随即，我便示意回赠精美的瓷器丝绸与茶叶。卡米尔眼中闪过贪婪，继续示意随从抬上几个木箱。此乃新大陆所产作物，耐贫瘠，产量极高，可充粮备荒。看到此物，我低声吩咐农官仔细收好，即可交由黄庄示众，详录其姓。入夜后，卡米尔二人在驿馆庭院内低声交谈。为何将那些高产的种子轻易送出？胡安，你目光短浅，用这些种子换取通往这个富庶帝国大门的钥匙值得。更何那几个城邦据说出现了可怕的黑死病，瘟疫正在蔓延，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土地和财富，早做打算。上帝啊，那瘟疫会不会？但愿不会传到这么远。但现在我们必须牢牢抓住铁质这条线，这里富足安定，是我们最重要的后路，明白吗？暗处的影刃暗叹，将二人对话尽数听完后，悄悄离去。御书房内烛火通明，气氛凝重的让人喘不过气。影刃少探如实禀报所得消息，西洋货已有意流传。太医院院使大惊：陛下，此乃古今第一凶疫，若其东传，后果不堪设想。魏昭附和：陛下，是否应立即封锁海陆关口，严禁一切西来船只人员入境？我沉默良久后说道：赌不如输，闭关自守非上策，更使我天朝气度。朕既知此事，岂能坐视西方生灵涂炭？朕要派仁安号团队西渡抗议。数月间悬挂仁安旗的船队抵达西方，铁印医官依然上岸安排救援，每人穿着防护装束，设立隔离区，撒石灰消毒，熬着汤药救人。一位孩童在服下汤药后奇迹般好转，其亲人跪地痛哭感谢。消息传开，当地民众从最初的敌视转为深深的感激，主动配合。3年后，太和殿前举行盛大典礼，数位西方国王身着华丽礼服，恭敬立于下方，激动地高呼：“您不仅是铁印的皇帝，更是西方世界的救世主！我等诸国谨尊铁印为天朝上国，愿永世修好。”铁印百姓爆发出自豪的欢呼：“天下百姓皆朕子民，扶危济困，乃天朝本分。愿自此四海升平，共享安康。”太和殿内金碧辉煌，庄严肃穆。我身着12张文衮服，头戴12流冕冠，端坐于9龙金漆宝座之上，神情威仪赫赫。大殿之下站满了肤色各异、衣着隆重的各国使节，向我行3跪9叩大礼，并虔诚地献上国书与琳琅满目的珍稀贡品。平身。今日万邦汇聚，共襄盛举，实乃千古未有之盛事。然天下之大，非一族一国可独善其身，战乱纷争皆是我等人类共同的敌人，唯有携手同心，方能共享太平。故朕宣布，即日起成立天朝共荣盟约，凡盟约成员当遵循互不侵犯、公平贸易、互助抗疫、记忆共享4大准则。铁印愿为盟约基石，与诸国一道，开创万世太平。通译将话语传遍大殿，各国使节爆发出热烈响应，齐声高呼：“愿永奉天朝为盟主！”
欢呼声久久响彻大殿。我站在权力的顶峰，平静地接受着万国的拥戴。御书房内，我端坐案后，目光沉静地注视着凌晨。这孩子年满16，眉目间已有几分我的影子，只是眼神里还透着些许稚嫩。我语重心长地说道：“晨儿，你已年满16，文韬武术，太傅皆言你已通晓。然为君之道，不在书本，而在民间，你可知晓？”凌晨躬身回答：“儿臣谨记父皇教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治理天下，当知民间疾苦。”陛下，臣儿毕竟年少，是否再等2年？玉不琢不成器，朕命你为钦差，赴淮南道滁州任观察使。数月间，凌晨微服私访，依法处置欺压百姓的小吏，面容逐渐清瘦，眼神却愈发沉稳。深夜滁州电闪雷鸣，属官和刺史浑身湿透，惊慌冲入。刺史声音颤抖：“大事不好！上游连降暴雨，淮水暴涨，已超警戒；下游3县河堤恐难支撑，若溃堤，数10万百姓危乃。”奏报朝廷，快马加鞭！但远水难救近火，即刻起，滁州全境进入紧急状态，立刻组织衙役驻军，动员青壮，上堤抢险，开官仓，设粥棚，安置灾民。备马，本王要亲临河堤。殿下，万万不可！堤上危险，百姓在堤上，我岂能安坐堂中？走！暴雨倾盆，电闪雷鸣，淮河水位暴涨，浑浊的河水不断冲击着单薄的河堤，堤上民夫和官兵正冒着生命危险加固堤防，下游百姓惊慌失措，哭喊声不绝于耳。太子浑身湿透，所以早已不起作用。在侍卫和官员的簇拥下，凌晨登上最危险的堤段。民夫看到后惊呼出声：“是太子殿下！殿下亲临大堤了！”滁州刺史出来劝阻：“殿下，此处太危险，您快回城吧。”堤在人在，本王与诸位同在。刺守立刻将人分作3队，一队继续加固堤防，重点防护薄弱处；2队组织百姓有序撤离，老弱妇孺优先；3队准备沙袋木桩，随时应对险情。数日间，凌晨亲自指挥民夫打桩固堤，泥浆溅满衣袍，巡视灾民安置点，设立临时衣棚，严惩囤积居奇的奸商。暴雨间歇堤坝保住了。我手中拿着凌晨从滁州发来的详细救灾报告。好，临危不乱，调度有方，处置得当。更难得的是这份体恤之心。晨儿，此次历练，你真正长大了。随后我提起御笔，铺开一张空白的明黄诏书，蘸满朱砂，郑重地写下4个大字：传位诏书。我知道以现在太子的能力，已经可以接替这个位置了。太和殿盛典肃穆，文武百官分列2侧。今日大朝，朕有要事宣告。我拿起诏书，朗声宣告：朕自北漠起兵，承天受命，安定海内，至今20载，赖将士用命，而成今日铁金盛世。然天下乃万民之天下，帝王之本，在社稷永立，早已堪当安康。朕自凌晨仁孝尧舜，开千古新风，禅位于太子。凌晨急忙上前跪倒叩首：父皇，儿臣年幼德薄，岂敢担此大位，请父皇收回成命。文武百官亦齐齐跪地劝进。陛下三思。我抬手示意安静。朕意已决，你接过的不只是皇位，更是一个时代的重任。这江山交于你，朕放心。往后朕与你母后退居太上皇，必立万里山河，远赴海外。随后我牵起皇后之手，缓步走出太和殿，文武百官跪地相送。岁月流转，新帝凌晨勤政纳谏老臣，尽心辅政。铁笼蒸汽火车驰骋平原，汽笛响彻山河，蒸汽铁甲巨舰扬帆远航，威震四海。工厂林立，土豆玉米丰收遍野，万国通商络绎不绝。而我与皇后不已简从泛舟，西湖漫步江南，远离朝堂纷扰，万里江山锦绣如画，铁印盛世绵延不绝，千秋基业代代传承。东海之滨，暖阳伏岸，海浪轻拍沙滩，僻静小渔村里，老榕树下白发苍苍的我，静坐青石之上，一群稚童围坐身旁，乖乖托着腮，听得格外入神。不远处渔民修补渔网，偶尔望向榕下，孩童满眼好奇追问：老爷爷，后来凌云皇帝平定天下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他是不是一直住在金轮殿，做天下最厉害的人？后来啊，他并没有止步于帝王宝座，他把江山禅让给年轻有为的新君，带着皇后走遍铁阴万里河山，看过江南烟雨，踏过塞北风沙，饮过西域美酒，听过南海渔歌，亲眼见证百姓安居，也见过工匠造出自行奔跑的铁马，跨海航行的铁船。孩童满脸惊叹：铁马、铁船，也太神奇了吧！故事讲完，孩子们依旧意犹未尽，孩童天真感慨：老爷爷您懂得这么多，好像亲眼见过一样。是啊，都见过。天下辽阔无边，世间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
就在这时，海平线上一点黑点缓缓浮现，渐渐放大。一艘巨型远洋宝船破浪而来，钢铁船身流线威武，是前所未有的蒸汽风帆巨舰，气势恢宏。快看，好大的船，从来没见过这种大船。孩子们纷纷起身，激动望向大海。我抬头望去，眼底燃起如同少年一般奔赴新征程的热切与期待。一代传奇落幕，但会有下一个传奇被书写。